你扣在我头上的反罢免是一个稻草人，我们反的不是这个罢免，我们反的是你检调的司法不公，是你们滥用制度，是政治恶斗，是独裁消灭在野党，这些作为你黄永汉通通把我抹掉。大蓝白不用理由，这些人就是卖台，所以我要消灭在野党。我们缴这些税金就被这些人滥用，会做正经事，全部都要拿去政治恶斗。大罢免不是罢免，你凭什么逼迫老百姓来跟你们玩政治斗争？用青鸟来胁迫大家，合理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说你会因为怀疑选举不公平，不信任中选会，所以就干脆不要选举好了，就反选举。这是一个稻草人，这是一个偷换概念。其实他前面这一大半都不用讲。他明明知道人家问的是反大罢免，是你民进党全面性的对在野党的区域立委发起罢免，所以他前面那一段，他先故意帮你歪到说，你不要反制度哦，你这样子很不理性哦，对不对？你会因为这样子等于是反罢免就是等于反公民权啊，你就是反选举嘛？你看他扣你一个帽子。后面这一大段还比较有意义一点，他说第二种其实就只有这一种啦，网友问的是这一种啦，对，反大罢免一次提35席的罢免，根本就是政治恶斗，根本就是要消灭在野党。可是你看黄伟汉怎么解释？他说这个论述核心不在罢免，而在大是因为席次很多。那他就反问你啊，那35席算多，那蓝的罢绿的罢15席算不算多呢？黄伟汉把大罢免这件事情等同在数字上做争论，可是我们要问的是理由是什么？来，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罢免王浩宇的时候，我们是说这个议员做得很烂，根本没有在做正直的事情，然后烂事做了一大堆，对，形象非常的差，败坏桃园人的名声，甚至那时候是联合蓝绿连绿的都看他不爽哦，所以王浩宇最后是被罢掉的，陈柏惟也是，然后再来呢，韩国瑜当年绿的罢韩总，他们说什么啊？你韩国瑜当市长才当没多久就去选总统，绕跑啦，绕跑了就把你罢掉了。好，先不论你认不认同以上几位，因为有蓝的罢绿的，有绿的罢蓝的，但至少他们都提出了理由。王浩宇、陈柏惟到韩国瑜，甚至更早之前的蔡正元、黄国昌，当然他们没有被罢掉，那时候罢免投票没有过。对不对？他们有举办罢免投票哦。当时罢免蔡正元跟黄国昌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出他们的理由。他们认为说这样子的地方立委做不好，他是针对这个立委的表现。可是今天你过来看，你但凡是一个有在看新闻、有在关注政治生态的媒体人，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一次民进党一次罢35席国民党区域立委，是没有理由的？当然你可以说没有啊，你看那些罢团。那些公民团体都有拿出理由书啊，你自己有目睭，你有脑，你看这想看吗？你黄伟汉看一下那个理由书，那个理由书是掰的，而且这甚至不是青鸟蟾蜍在讲哦，是我们立院总召柯建铭柯总召直接讲了，他也这样讲哦，直接说这个卖台的全部都要罢掉。你黄伟汉，我不相信你没看到这个新闻。那请问，消灭在野党这件事情符合民主精神吗？你可以说我今天我在选举中，我用尽全力，我要打败我的对手，我要打败在野党，让我们继续执政，好，这可以。可是你怎么会遇到这一群公民罢团？你看他们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没有理由就是消灭在野党。我们是反对你的无理取闹，大罢免就是一个闹剧，我们反对这样的闹剧。这个东西确实是民进党现在主张蓝营的罢团。对，犯的法。对，可是这件事情，请问起诉了没？请问审判了没？还没。就算起诉了，审判了没？没有，有人被羁押了，羁押了1个月嘛。我们在法律上，你这个叫什么？未审先判。未审先判，无罪推定吗？对，我们是无罪推定啊，应该无罪推定啊。可是黄伟汉叫做未审先判。你像黄伟汉已经自己当法官喽，如果他不违法呢？而且还有，就是比例原则。你看花莲罢免傅崐萁、巴炯他们、沈伯洋他们偷跑违法。伪造文书，而且他们还自己承认，就说我们的格式不对，还自己拍片啊，还自己拍片，自证其罪。但一看就知道就是偷跑啊！而且中选会之前就公告过，你如果是先偷跑，这个也视同伪造文书。但是呢，对不起，我不办，我地检署我就是不办。对蓝的人怎么说？一个一个办，不止办，还搜查、羁押、收党部、扣手机，人关起来，关1个月都还不见天日。让我们我们今天质疑的是你司法单位、你的检调单位对蓝的跟绿的完全不一样。
直想要拿陈柏惟当例子，这个地方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有趣的事情。我们这个社团，我被黄伟汉封锁了，黄伟汉也有在看。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讲出来呢？昨天半夜的时候，手腾腾哈，有一个网友 po 文，他就转了黄伟汉这一篇，他转了这一篇到我们社团，因为他是直接转，他不是截图，他直接转，好，所以黄伟汉看得到，然后他就下一个评论，他只加这些，他其实也没有骂嘛，他其实也不算很凶的骂黄伟汉嘛。然后呢，这个网友后来1个小时后，是我被黄伟汉封锁的社团，黄伟汉亲自大驾光临，然后按了一个笑，封锁那个网友。哇！我就说他真的海巡，整天在开小账盯的。然后更好笑的是，然后呢，赶紧到这个网友原先转的那一篇贴文下面，然后呢，我就赶紧截了这张图。黄伟汉在本社团就贴了一个朱立伦主席在罢免陈柏惟成功之后的截图。朱立伦当时是说罢免陈柏惟这个叫做民主的胜利，他特地的跑来那个网友的贴文下面贴了这个朱主席讲话的影片，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他想要扣这个网友说你就是国民党的脑粉，对不对？就是偏激的政治狂热分子，对，最中立最客观。可是这个网友他就不是什么深蓝或是政治狂热分子啊，对，所以这网友就看不懂黄伟汉贴朱立伦讲话影片是想表达什么。这个网友就回了一句说：“黄伟汉您很得意是不是？”然后就被封锁了。首先这里用了一个经典的一个对比修辞法，反恶霸与反被霸，反霸，这个是不是排比？所以这个是经典的汉学开头，汉学喜欢排比或押韵。再过2个月，台湾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罢免投票，把大罢免专逐框出来，代表说它一定有定义跟意涵。那但是大罢免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一篇里面通篇没有解释，但是到了中间有解释。那什么是大罢免？他反而反面的去否定了大罢免这件事。那他说为什么他要谈这个啊？首先呢，他就提了一个问题，这个是他常见的方法，就是网友提问法。对，那这网友提问法当然是加强生动，另外呢，强调个人的人设属性，即为其实我只是一个跟着乡民进来的专业评论员。今天里面演什么、讲什么、吵什么，说真的。我很无辜啊！那提问出来之后，其实真正的提纲在哪里？真正的提纲在罢免很过分吗？大罢免是救台湾吗？它是吗？也不见得是。好，再来。我把态度讲清楚，面对合法合宪公民权，既不鼓吹也不反对。所以你看这2条是不是在划线？首先我跟着乡民进来看热闹的，再来呢，没有鼓吹也没有反对，代表什么？先形塑一个道德高地，就是说，原来罢免这件事情是可以被争论的。但是我们争论的是罢免吗？我们争论的是大罢免。对，罢免这个制度没人争论，对，不管哪一党都没有人争论。可是这边接下来又补了一句嘛，这个创制复决，你会反公民权，所以你看这是合理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应该反选举。所以不该反罢免，反罢免就是反公民权，就是反选举，就是反自由民主，就是反对台湾，就是不爱台湾嘛。对，所以爱台湾一定要支持罢免。这样绕回来了。但中间好多滑坡。那而在大一次提多席立委，这里最厉害了，大罢免不是一次提多席，是一次提全席，叫做罢免满汉全席。那理论上大是指其余组，就是全部的非原住民、非部分区的全部都被拉进去，但它这里叫做多席立委，所以在这边就把这个大字做了一个内容上的调整。当然，如果没有甄别能力，你就被带走了。对啊，大罢免就是多席次啊，鬼扯嘞！大罢免是什么？大罢免是全席次啊，只是他罢不掉，他连数写不出来，他只是做纯粹的数字比较，但这个15席背后所包藏的是国民党的反制行动。那问题是反制行动反制这个前序他不讲。所以他的结论是反被罢合理，反罢免何必？就说你不能反罢免这句话正看是对的，但是从脉络的结论的时候，你得到一个歪的东西，就东西长歪了，局域怀为止啊。那你不讨论那个内容，所以到这里这句话其实图穷匕现，他干嘛？他在反大罢免不合理是政治恶斗这件事。所以因为我说大罢免不是罢免，它是政治恶斗这件事，这是很有穿透力的，一句话就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花了很长的篇幅来拆解这句话。所以他把大罢免这个定义，他不是要去清楚的定义它，他是要反过来，我要把这个定义给破坏掉，你根本没得讨论。所以大罢免的核心在于大，那什么算大？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我留一个问题给你。所以他先把罢免干掉了，再把大也干掉了，你的讨论标的就不见了，定义的必要性也消灭了，他是一个定义破坏者。哇，所以你就整个被他绕圈打太极，大
带走了，然后再来跟你最后再塞一个结论给你啊，反被罢合理，反被罢是一个理所当然正确的废话，因为他随便都可以说，你看哦，努力论述自己无愧选民托付，值得大家支持当立委，顺利从罢免案中存活下来，就是正办。这句话有没有错？完全没错。对，可这就是100%正确的废话。如果这一些国民党立委真的存活下来了，这黄暐瀚就可以跳出来，你看吧，我那个时候就建议你们这些国民党委员啦，就是要去证明，就是要去努力的论述，顺利证明自己存活下来才是正办。你看我又说中了，怎么讲都你对。然后再回到这个反罢免合璧，我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我只是给你一大堆东西，然后让你质疑自己的正当性，然后消灭你要定义的那个标的，你连定义都没得定义，然后我最后跟你说一句。何必呢？哇，好飘逸啊！所以为什么结论写在中间？因为写到这边的时候，你会觉得怪怪的啊。我继续把你后面补完之后，你就接受我的逻辑。对。